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前不久是登峰造极嘛，那下一次登峰造极即将是在12月尾，那现在已经10月了。那如果你有考虑要抢下一个皮肤的话啊，你们可能要看这一期的影片了。根据我以往的数据来看呢，接下来的皮肤应该都是生命皮肤，除非官方出其他的皮肤种类，比方说全部兵种增加生命，全部兵种增加攻击之类的，又或者是更夸张的，可能是技能伤害提升的话啊，这样子你们就要准备了。因为这一次骑兵生命值提升15% 呢，其实讲真的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皮肤，所以这一次不少的骑兵车都有去抢这个皮肤，虽然那个皮肤看起来不是这么好看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王国究竟抢到多少分。不过今天我们看的大多数都是先锋王国啦，如果你是先锋以下的王国，可能准备的加速不用这么多，但是你们作为参考看一下先锋王国到底报了多少兵。那首先1093这个大家都认识了，他们是第1到第8名全部都霸占了。第1名是训练了7309万战力，换算去部队就730万，比较保守的数字就是你至少要培养600万的体5部队。接下来2377啊，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了吗？OK， 在前不久我就有讲前置爆兵的部分，那俄罗斯父子呢，他们是在前置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到10亿战力了。那时候他们是提升了 1.5 亿的战力，也就是1500多万的体5。可是现在登峰造极，他们又提升了8000多万的战力，也就是800多万的体5部队。所以在之前的影片我就有讲过了，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去抢登峰造极，但是以他们的财力来说，要抢登峰造极肯定不是问题。那你们也看到了，第1、第2名都是2个俄罗斯父子。这个时候又要搬出亚老的名言了，不要以你们穷人的眼光去看有钱人玩游戏。而且他们提升8000多万战力呢，也算是高水平了。那我看一般的王国都是大概5000多万左右，他们可以提升到8000多万已经算很高了。甚至你们可以看啊，第3名的分数就是6754万。其实这2位他们提升到7000多万左右就已经足够了，没有必要升到8000万。上次介绍这2位的时候，战力是11亿，现在变成12亿了。不过也还好，在他们王国附近呢，还是有机会可以抢到皮肤，也不是全部都是由2377拿下。不过门槛还是一样啦，至少要提升6000万的战力。接下来这个2268就真的很夸张了，那你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画面几乎都是2268，除了第9名，甚至就连第10名都是2268的。那他们这里最高分是7202万。也是一样，至少要提升6000万的战力。不过第1名其实来头不小，之前我也是有介绍过这个玩家，他目前是已经拥有 4.8 亿的战力，如果除去刚刚登峰造极的战力呢，其实已经有4亿战力了。然后他的击杀也算是蛮多的，有384亿。接下来1818啊 ，Arvix 拿第1名，但是他们这里的门槛就比较低一点，因为1818其实不是先锋王国，再加上他们正在打这 KVK， 可能有一些玩家不舍得去消耗加速。这个数据也算是比较平均一般王国会有的数据，那可以看到他们这里准备大概4000万的战力就可以了。第1名也没有突破到6000万，虽然1818的数据看起来好像是比一般的先锋王国还要更少，感觉也不用提升这么多，但是严格算起来，你们要提升至少300万的体5也是不简单了。接着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，这个王国其实是在 K2 的，但是你们看第1名他是已经突破2亿了。那说实话，他没有必要突破2亿的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突破2亿啦。他这里升到很高而且第2名好像是他的小号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名字是差不多的，只是第1名是37，第2名是02。我就对这个玩家感到非常好奇了，我去搜索了一下才知道，原来这个玩家呢，他不只是只有1、2个账号而已。当我在截图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是在演示自己已经拿到皮肤了啦。我看到这个玩家就是 Itachi， 他的相册里面呢也是有放这张照片，我就随着线索跑过来看了。那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分别有3个名字是差不多的，分别是 Itachi、Itachi02、Itachi37。除了这3个账号之外，我还有看到他相册还有放另外一个叫 Itachi GF 啊，估计是他女朋友的账号。难道这个就是 Arvix 2.0 吗？暂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哪里人，他是做什么东西的。不过我看了他的 ID 呢，似乎也是玩不久而已。可是我看到他另外一个账号的相册是有放征服赛季的装备，所以我不能确定他到底是新玩家还是旧玩家。那有哪些观众比较了解这个玩家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那么假设全部账号都是属于这个玩家的话，严格来讲他是已经突破了10亿战力的。
不过我没有办法找到他另外一个 GF 的账号，有可能改名变成里面其中一个账号了。那我算这里的账号呢，总共加起来有13亿战力。不过明显看到02那个账号呢，应该是从征服赛季移民过来了，没有理由他在 K2 击杀就已经有308亿了。不过各位请记住，他这个雪轮眼呢，可能在其他地区又再出现这个雪轮眼，到时候不是 Arvix 的宇宙了，可能之后又会再另外增加一个 Itachi 的宇宙。接下来2605，我原本以为 Yoda 应该会拿第1名才对，没有想到 Yoda 他居然是排在第4名啊，第1名是另外一个人。不过他们这里分数也算是比较少一点点啦，第1名是7526万，要在这里抢登峰造极，至少提升5000万战力就已经足够了。不过也是考虑到2605附近的王国可能都是新王国，没有这么多的加速资源，所以他们升的战力也就没有这么高了。就演变成第1到第10名全部都是来自2605。接下来到1365，这里门槛就比较高了。第1名1亿战力，在这里想要获得皮肤，至少要准备8000万的战力提升。接下来1034也是全部都是由1034拿下。不过看起来1034附近要抢皮肤也是蛮简单的，他们这里的门槛就大概4000万战力就已经可以抢了。不过也是考虑到1034已经是一个很旧的王国，可能附近都已经没有什么活跃的玩家可以去抢皮肤了。接着1960，这个也是毫无悬念了，全部都是960的玩家。那第1名在前不久我就有发布一个影片了，狗哥是花了20年加速，然后一直点宝石刨冰上去了。这里又看到 Arvix 的名字，不过这一次 RZ 他并没有去抢皮肤，有可能他对这个骑兵皮肤没有什么兴趣了。但是这里有看到随风大哥嘛，我去找了一下，原来随风大哥在41也是有刨冰。除此之外，随风大哥在万龙觉醒也是有刨冰，所以他这里也是花了不少钱。基本上你们要在960冲分数超越他们拿到皮肤呢，也是不太大可能的事情了。他们是已经有内定了，就算你已经抢到前面几名了，可能多几天或者是倒数几个小时，他们就会反超回去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拿登峰造极的皮肤，千万不要在960附近，你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抢了。接下来1175啊，这里也是蛮多1175的玩家都是霸榜了。那可以看到康康，哎呀，亲爱的康康，他又拿第1名了。让我感到比较意外还是咪咪，因为前不久咪咪有说过他想要弃坑了，但是他登峰造极依然还是有刨冰。那么比较夸张的就是康康啊，这里康康的分数加起来其实是比咪咪还要更多的。他这里3个账号也分别是康77、康0077、康747。康康会提升战力也不出意外了，因为他每一次打仗呢都是不断的在死兵啊，所以他这里提升战力是为了之后打仗而准备的。接下来这个也是压轴了，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好几个 Arvix 的账号了，等一下我跟你们一一述说。那首先第1名是88，他是总共提升了8318万。不过这里的门槛其实也算是比较低一点点了，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内定啦，基本上你要准备5000万战力提升就已经可以抢到皮肤了。至少我在中间第6名还是可以看到一个来自2494的玩家，而不是全部都是由2489拿下的。那么这里跟各位讲一下 Arvix 的账号分别是 Lang、Hi、Nud、Arvix、Green， 全部都是 Arvix 的账号。所以最后我们做个计算了，我们算 Itachi、康康还有 Arvix 这3个里面谁花的加速最多。那你们看到这个列表的时候都已经知道到底谁赢了，没错，就是 Arvix。Arvix 是因为账号太多了，尽管他每个账号提升的战力都没有这么高，但是全部加起来就很多了。所以 Arvix 这边总共是花了87年的加速，总共19万美金。接下来是 Itachi 花了55年的加速，康康花了39年，差不多40年的加速。俄罗斯父子花了31年加速，我们算32年加速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计算对俄罗斯父子来讲不太公平，因为他们2个在前置也是提升了很高战力，并且前置也是距离不久而已，我觉得前置应该拿出来计算。那如果加上前置就不一样了，你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父子总共是消耗了93年的加速，20万美金还有5093万的宝石，总计加起来提升了4.7亿战力。他这里差一点突破100年加速了那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子提升战力呢，应该不是用普通加速来提升的，都是用宝石，所以他这里宝石要准备很多很多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，至于各位看了这一次的数据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